Hello， 大家好，我是仙草，欢迎收看我的视频。今天我来继续进行本季不改地形导建。上期我们完成了岛上的果园部分，今天我将继续建设岛屿中部，来完成果园旁边的2层区域。2层上会安置好岛上的服装店，并且搭建方便通行的坡道与桥梁。因为岛上少有比较多彩色调的地方，正好上期已经建设了红绿配色的果园在这里，所以决定将同样为红绿主色的服装店也安置在岛屿中间这块大区域内。我们一起开始吧。本期要建设的区域就是现在跑的这块2层，白色格子分别标记了坡道、桥梁和服装店的3处位置。首先第一步还是完成搬迁与基建。现在3处建设都完成了。场景布置我先从服装店周围开始。在店铺背后的空区里先铺上木板设计码，作为服装店的户外囤货空间。这块区域背靠着3层的悬崖，在正中间放上梯子，可以方便通行。两侧用木隔板遮挡悬崖的断面，以免遮挡，再俯瞰一下铺好的木板设计码。在囤货区周围种上树木，让这块小区域被自然地划分出来。木板前再加上指引的小泥土路。区域里交错堆放一些衣物和箱子。店前用布料设计码铺出展示区域，其余也和店后一样铺上木板，将店铺前后联系在一起，更容易看出是一个整的服装店区域。展示区放上喜欢的服装即可，这里我选了橘色调的长裙与帽子，比较契合周围多树木的环境。悬崖边缘用原木桩装饰，也可以作为自然的围栏。接着来完成河岸边的空区，先种上树木，来确定可以布置的空间。河岸边缘种 L 型的树可以减少对瀑布的遮挡，保留自然景观。中间则种上橙树，让场景有茂密的氛围。河边留一个小树桩作为点缀。旁边铺上一点泥土块，上面堆放一些杂物家具。前面放上晒衣绳，也能再与服装店的衣物主题相呼应。顺着河岸继续往下，同样也是先种树和点缀地面。树下放上2根原木，加强自然氛围。河边再加上栖息的鸭子，选一只红头鸭子是为了和服装店的颜色呼应。用树和灌木将2层悬崖边缘装饰起来。
以及点缀上原木桩和花草。现在场景中空余的空间就是剩下的道路部分了。我从道路末端往前铺设，从上河岸尽头先铺到服装店，再从服装店铺回下河岸。这样就是这块区域里道路的样子。再将道路两侧的空区填补一下。坡道和桥梁中间的道路换成了石块路，因为坡道和桥梁上都有石头的元素，这样也能将两个不同方向的道路做出区分。剩下的河岸区域和上面的河岸布置一样，场景边缘种上树和灌木，布置上原木桩。河边生活着白鸭，在道路空隙里添上花草。坡道和悬崖的夹角里铺上泥土块，放上路标即可。这就是今天介绍的区域，看看没什么问题，今天的内容就完成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导件内容了，希望大家还喜欢。本期的设计码及家具清单也放在后面了，需要的友友可以查看。喜欢我的内容的话，别忘记跟我互动，点赞、弹幕、留言都行，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